村民是我们发家致富的必要条件。那么本期节目呢，将会带领大家一起来建造村民工程的一系列装置。在我眼前呢，是一个村民繁殖机，将每一对大村民都做了一个隔间，看起来更加的美观有秩序。我们给村民投食，只需要站在后面的臭水沟上，往里面丢剩菜剩饭，他们就会吃得很 happy， 并且生出小宝贝。这种设计是采用的黑书大山的原设计。很多人都问我基础的红石怎么学，我已经推荐了很多次了，可以去看看大叔的视频。大叔快打！以前建造的村民自动农田，我们现在也要拆除了。由于现在1:14的版本呢，新的村民自动农田跟以前的已经不一样了，我们还需要在里面放上职业方块，否则这样村民的职业就会没有。而且我们现在采用的收集方法呢，并不是用矿车收集，我们现在只需要通过床来引导村民将2个村民让他们晚上走在一起，就会互相的投食，这样就可以将他们的食物引诱到我们的口袋里。这边的第一层我已经做好了，然后到晚上他们就会巡路到这张床这里，但是呢他们是过不去的，所以呢2个村民走在一起之后会互相的看到彼此，他们就会想分享食物，但是他们这样一丢就会掉到漏斗里面去，并不会掉到对方的那里，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窃取到他们的劳动成果。我们现在呢在这个山头上面已经建好了这个3项轰炸机，我们待会呢飞到那对面去把那边的轰炸机给开一下。好的，我们现在呢只需要打掉这边的一个红石块，我们过来敲掉它。好，那么这边的轰炸机呢也是没有任何的问题我把我的这个脚手架都给炸掉了，还好没有站在脚手架那边这边还是做得很成功的做了一遍，仅仅只做了一遍它就已经能够开始轰炸了。我们待会儿看一下它到那边的尽头能否让它返回。Fuck you！ 好的，我们现在呢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是这边的粘性活塞和这边的普通活塞这2个放反了，刚刚的方向放反了，现在把它交换过来就一切正常了。这边呢我们已经挂机了有大概半个多小时，看到这片山呢已经差不多都已经炸完了，就只剩最后这一点点，我们过来看一下。好，就只剩下这最后这一小片了。炸了我整整1个多小时，终于把这片山都给炸完了。我们现在让它停机，在这边放上红石块，然后就可以把它给拆掉了。妈的智障！我们接下来要在这边做一个大的商场，将要用来做村民交易的场所。那么在待会施工的过程中呢，我不希望有怪物干扰我，所以呢我要去那边把伪和平给开。由于单机我经常要进入游戏退出游戏，所以呢每次退出1次游戏，那么这里的伪和平就会卸载掉，我们就不得不再一次来到这里把伪和平给开。好，我们看到这前面的矿车它在动就说明这边的伪和平已经开了。那么这边呢我们还要回出生点拿一些建材，尤其是这个混凝土，我们需要的混凝土特别的多，需要拿黑白灰这3种颜色。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要烧制一些石头，将它们烧制成平滑石头，用来铺地板。我们可以将它放在这个史莱姆块上面，然后将它弹射到上面去，自动输送到高速熔炉里面进行烧炼。商场的正面我已经做出来了，我们接下来还要继续的努力奋斗，把剩下的4个面都给做出来。
啊，我的混凝土用完了，得去末地去刷一点混凝土了。我花了2天多的时间，终于做出了这个贸易中心。这张地图玩了快3年了，一直都没有做一个像样的村民交易所。这次算是了结了一个心愿吧。虽然今天没有时间再把村民的摊位做出来了，不过已经很满足了。以前很多时候都会有一个大胆的想法，想做一个非常气派的建筑，或者很有创意的工厂。不过跟很多人一样，好不容易把地整平了之后就没有了下文。时过境迁，沧海桑田，我已经见过有太多的人陆续的离开这个世界。我也只是想通过我的这个生存系列，让更多的 MC 玩家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天空。